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前次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资深媒体人董志森，讲得好，大家好，以及国际政治专家赖岳乾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另外是前海军舰舰长吕礼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我们来看看中美2大国的领导人在4号通了1个半小时的电话。大陆的涉台学者包成科他就讲了，他说这代表中美关系稳定啊。这个通话是铺垫4月份的川习会哦，释出这样子的一个讯号。那另外呢，彭博社的记者就问了中国大陆的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他说：“川普说习主席啊会在年底的时候回访美国，有这件事情吗？”林健的回应啊，其实蛮云淡风轻的。他说目前没有可提供的消息哦，所以这个习近平回访美国这件事情现在还不确定吗？哦，所以你可以看到两国虽然看起来谈得不错，可是竞争还是在持续哟。包括美国抗中这个脚步也没有停歇，他组了一个关键矿产联盟，有55个国家来一起联手抗中，主要是这些像是稀土啦、关键的矿产的这个部分那总共有哪一些国家呢？包括 G7 欧盟、日本、韩国、印度、澳洲、纽西兰、泰国这55个国家，那一起坐下来来做一些讨论。中国大陆外交部有回应，他说反对任何国家以小圈子的规则破坏国际的经贸秩序。那有一些国家呢，它必须在强国中间求生存，小国一样，中型的国家也如此包括韩国，我们看到求生欲拉满这是标题，怎么回事呢？刚刚我们已经讲了，美国的这个关键矿产的一个会议，它在里面嘛它在里面，它在美国这一边，可是它另外还去跟中国大陆做一个所谓的综合对策说要这个中国大陆要透过这个联合委员机制协助韩国企业更快速稳定的进口中国的矿产资源。就是两边都押宝啦，两边都友好啦，两边我都不得罪啦。那加拿大也是一个例子他宣布电动车发展的新战略，说是要摆脱对美国的依赖现在跟中国大陆大力的合作所以加拿大本土生产还有出口电动车就跟中国大陆一起结合起来做相关的一个推进。那加拿大人现在呢开始转向了，主要都是来自于川普的压迫，口头吃豆腐他们已经受不了了。所以你看呢，加拿大人支持中国电动车入市而且省很多所以你看到呢，现在有61%的受访者说，支持很好让中国大陆的电动车进来，我们可以有更多的选择，而且可能可以花更少的钱。那另外呢，我们看到卡尼他最近的这个动作频频包括你看到呢，因为他很看重中国大陆的市场嘛，包括在经济上面，所以对我们台湾的贸易协定他就先 hold 住暂时不签署。那我们可以看到呢，包括比亚迪也有很多的动作，像是英国的电动车市场，现在比亚迪的这个占比越来越多，它的销售量已经超过特斯拉1倍以上所以你也可以看到像这样市场的消长过去这一段时间慢慢的都在做变化，在德国也一样比亚迪现在碾压了特斯拉。那西方政要我们刚刚讲其实不断的到中国大陆去访问，现在西班牙说是4月份也要跟进。来，我们先请教赖老师。美国组的这个稀土的反中联盟看起来声势蛮大的但是效果会很有限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都知道稀土你要从找到挖掘、开采设备，然后到提炼，它需要很长的时间。一般的科学家都估计美国等这些西方的国家，你至少要5到10年，你才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可是他第一个要面临的问题是在于资金谁出多少你联盟很容易组成嘛，但是问题就是谁出多少钱，然后利润怎么分配，还有就是它的设备、机器还有就是它的矿产那这些利润要怎么来拆？最后你的人才技术在哪里但是当它组成这样的一个圈子了以后，它很明显的就是针对中国大陆。那大陆已经摆明了就是反对你搞小圈子，那你加入这个圈子里面的人，你等于是反中的那等于是反中，在稀土这个部分，你等于是反中的好。
那当然中国大陆就会看说，你加入了这些国家，你本身有稀土矿的，你还跟不跟中国大陆合作？如果你还是继续跟中国大陆合作，那 OK 啊。可是如果你加入的不跟中国大陆合作的话，那大陆当然也就可以针对你来提出反制的措施嘛。那一旦针对你来提出反制的措施，那你想以目前来讲，这些工业的国家，它一天都不可以缺稀土啊。你不管是韩国、日本、德国、法国等美国，你每一天像我们台湾也是一样，你每一天都不能缺稀土。那你的稀土未来还能不能成功也不晓得啊，然后能不能发展起来也不晓得。但是大陆就可以在出口这个部分开始管制你了，因为等于是你加入反中的集团。那大陆当然可以考虑说，那我对你稀土的供应我就必须要去再多思考一下了，因为大陆已经明确的表达我反对的意见嘛。所以你会看到有很多的国家，它就会踩两条船您说韩国就很典型的例子了，因为韩国的三星集团还有很多他们的造船工业，它没有稀土，它根本做不出来。他马上就表达就是我还是想跟你中国合作，所以他一方面加入美国的联盟，二方面继续跟中国合作。那我们就问一个问题啦，那如果你跟中国的合作，假设你今天美国的锂矿好，你开采出来了，结果你的成本太高，你每一吨我们就假设了，你每吨要100块，中国大陆60块，那美国人说，我的规定是我们联盟里面的价格要120块以上才能卖，因为我的成本要100嘛，所以我要120才能够卖，因为我要定最低价嘛，来保障我的这个稀土矿业者可是中国大陆说我60块就可以卖，那请问你韩国的企业，你买这120还是要买60块的？可是你加入联盟的国家里面，你必须要买120的。但是你又跟中国大陆合作的，你买60的，那最后那个120的就没有人要去买嘛？那个矿产公司是不是最后又倒闭了？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变数很多，美国想太多了。那这条路能不能走得很远？我觉得还是要再观察一下。另外，我觉得加拿大他们本身跟中国大陆、跟欧洲本来就没有地缘政治矛盾的地方。为什么说没有地缘政治矛盾？第一个，大陆对于加拿大、对于欧洲不会构成安全上的威胁，因为这个很明显的。第二个，中国大陆跟欧洲、跟加拿大，尤其是跟加拿大的经济有太多的互补性了，就好像它跟美国的经济发展有太多的互补性。例如说，美国的大宗的农产品，美国的这些大宗的这个石油、天然气，它都是中国大陆需要的。那中国大陆生产出来的民生工业用品也是美国人需要的然后也是加拿大人需要的，就好像电动车一样，因为你加拿大没有办法做出好的电动车，那你与其向美国买像特斯拉比它贵的电动车，你倒不如向中国大陆买物廉价美的好的电动车。所以你会看到电动车为什么当加拿大一开放以后，那供不应求欧洲一开放以后供不应求，你就很明显的看到原来这个电动车并不是加拿大的市场不需要，不是欧洲的市场不需要，是人为的限制。那人为怎么限制？就是杜撰出所谓的中国大陆对他们有安全上的威胁。可是这个不是事实这是杜撰出来的。好，那等到加拿大现在把这个杜鲁多时代配合美国的政策走的那个杜撰出来的安全威胁拿掉了，说中国大陆根本对我们不是。中国大陆对我们加拿大根本没有安全威胁的时候，你看一切的合作就畅通了。欧洲也一样，欧洲现在也说，其实中国大陆在安全上对欧洲没有威胁。你看一下子就畅通了，它的电动车当然就好卖，欧洲的国家的领导人当然就要往中国大陆跑。各位观众朋友，你就可以了解为什么拜登这4年来，还有川普的第1任的时候，他们一直在炮制一个中国大陆威胁欧洲、威胁加拿大。其实那都是杜撰出来的。来，斗哥，大家看昨天全世界最重大的新闻就是习近平1天之内跟川普还有普丁视讯。那世界3个最强的在这个时候，当然很多人有非常多的解读但这样解读到底对或不对，其实有时候也很难讲，因为我们低估了美国的信用、羞耻心。这是我刚从媒体上看到，大家看我手机上，你看那个标题，川普拨款
443亿的美元给台湾来做防卫。那你昨天跟习近平讲什么？习近平跟你讲什么？台湾是他的重中之重，就是怕你去用经购或者各种方式去去搞台独嘛，他怕这样。那川普认为他洋洋得意，他认为他大胜了，因为中国大陆已经同意跟美国买黄豆了。昨天川普还同时做一件事情啊，他跟高市早苗通话，说我们约好3月19到白宫我们来谈。他这4月要去中国大陆，那请问一下，大家看这样的氛围，你会觉得说，美国川普是有信用的吗？你觉得说我要跟他改善关系，没有一个人有好下场。我老实讲，这个人就是吃干抹净以后，还要羞辱你一番呐！就是说，如果就中国大陆的立场来讲，所以我说现在全世界很多人都看清楚了，但是有些国家不一定看得清楚。最看得清楚，当然一定是加拿大。过去对你言听计从，你叫我把中国大陆的孟晚舟把他抓起来，我就把他抓起来。他明明没有犯法，没有在全世界没有被通缉，然后他只是过境我加拿大，你川普叫我把他抓，我就把他抓。我得罪了中国大陆，怎么可以这样？无法无天嘛，加拿大。那他现在发现不对了，原来我们过去对美国言听计从，我们的下场是这样啊。美国每天说要把我纳为一个州然后还要给我们课高关税。川普还跟我和墨西哥签了 FTA， 所以你在现在当今的世道，你第一件要明白的事情就是，美国跟美国所代表的川普，他是完全没有信用的。你跟他有任何约定或者一些不管是口头的或签的，因为他不会认账你会认账你就吃亏了你拿他没办法。简单讲就这样。现在全世界大家碰到情况，所以欧洲很多国家认清了。我跟美国打交道，或者跟美国有什么契约或什么默契，通通没有用，因为我们是守信用人，但是他不守信用你不守信用你就吃亏所以看到络绎不绝的人往中国大陆去。那现在当然了，很多国家被美国所报复了当然也都有，但是每个人也都很清楚，这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的情况川普现在找G7找一堆人55个人，然后要来成立这个其实是抗中的一个组织，也很清楚那这些抗中的，当然它包括G7的国家嘛那这些动作你又看好像你不是跟中国大陆每天讲习近平是你最好的朋友吗？像我们大家所熟悉的说辉达的黄仁勋的 H200说要进入中国大陆，好像中国大陆有意见。我告诉你，这东西现在美国还没办法出去耶，美国还在跟他审查说你这个有问题。我们很多人不知道说，中国大陆在卡黄仁勋，没有，这东西到现在在美国还没有通过川普虽然嘴巴讲要课25%的税，辉达也同意了，但是美国是没有给他过去耶。所以大家就是你不能太相信美国啦，因为他们讲的跟他做的是另外一个方式。所以我觉得韩国人也慢慢醒了。那大家也可以看到，川普跟习近平弄完了讲完话以后，他打给高市早苗，在挺高市早苗的意味就很浓了，对不对？因为礼拜天要投票了嘛，剩2天要投票，美国总统来相挺高市然后我就3月19在白宫等你那不是要他继续连任总理吗？所以这些味道都很强烈的谢谢。来请教舰长。我们前几天看到习近平主席打电话给川普总统以及普丁总统，其实跟普丁总统讲的是另外一回事。可是如果我们用很严肃的角度来看的话，会不会习近平主席在跟川普总统画出一条线？你如果这条线真的逾越了，我们4月也没有什么好谈的，因为谈来谈去，最后你一回国，甚至你在飞机上就已经改变了。那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大陆外交部的发言人林健在讨论习近平主席是不是要回访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态度非常保守。那其实我们再看最近一段时间，虽然中美之间的关税战似乎
它是一个缓和了，但是其他的有关于各个方方面面，其实都还是剑拔弩张的。例如说，我们现在讨论了，又开始要讨论有关于稀土的部分，那也就是美国号召了55个伙伴，那要成立这个关键矿产部长级会议，然后他在国务院召开。其实呢，他这里讲到，关键矿物集中于单一国家，这一个国家呢，卢比欧没有说，但是大家都知道他要讲的是中国。那问题是你其他国家追得上来吗？你追不上来。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啊？我们现在来看哦，现在美国要产制这么多的一个军工产品，以 F-35来讲，一架飞机需要920磅的一个各种稀土，920磅大概就是417公斤。那如果以伯克级驱逐舰，它需要5200磅的话，也就是需要2吨零358公斤啊。那如果我们讲到 Virginia 级的这个潜舰的话，那它所需要的是4173公斤的稀土。我们看看这么多的稀土，最大的出产的国家是中国大陆，第二个出产的国家也没有跟你美国有多好啊，这个就是我们讲到的巴西的部分。高市早苗为什么要这么急着赶快解散众议院？其实因为日本的经济问题马上就出现。我们在这边讲啊，稀土的重度使用者就是日本。以日本来讲，现在被中国大陆各种管制，也就是你未来要产制各种的工业产品都有各种的问题。所以高市早苗赶快现在选，趁大家还没有感觉的时候，订单还没有变少的时候，价格还没有改变的时候，赶快改完之后，对不起，那他准备要改变他的宪法。好，我们来看看日本后天2月8号要举行这个投票哦，这个是日本众议院的投票选举。那这个川普有一些发话了，看起来是支持高市早苗的。他说：“这个8号的投票啊，高市已经证明他是强而有力，而且很睿智的领导人，并且期待3月19号在白宫接待他的来访。”所以呢，我们看到川普对高市早苗的这个力挺呢，其实已经溢于言表了。可是日本媒体他们有一些批评哦，他说：“你这是在干涉我们内政吗？你美国总统你很伟大吗？”我们看到呢，他就说这无疑属于干涉内政，而且相当罕见哦。就我们又不是你的藩属国，你可以这样子这个指手画脚吗？那另外还有一本杂志《周刊文春》，他也爆料了，就在投票前夕，他说高市早苗跟统一教有关联，那会不会影响选举呢？现在大家也都在关注。而另外我们知道呢，高市早苗前一阵子不是手好像跟支持者握手的时候受伤了嘛所以他还用这个当理由这个缺席了辩论会。可是很奇怪大家来看一看这个画面，就是尼泊尔的总统来访问日本，那高市早苗说：“我手受伤了，有带护具，所以我没有办法跟你握手。”可是呢，他却帮这一位总统尼泊尔的总统亲自披上了一件日本和服所以有媒体就批评说，这个你的这个做法有点奇怪手受伤可以帮人家披衣服、穿衣服，可是没有办法握手。那另外呢，我们再来看看呢，在日本国内有一些政治人物他是强烈的反中，像是他他对中立场强硬，被称为中国通的前日本驻中国大使垂秀夫，今天也被媒体爆料说跟中国女子另组家庭，意思说他有婚外情啦。可是我们看到这个垂秀夫到现在是没有任何的回应。那我们再来看看，包括 AUKUS 现在有瓦解的危机吗？美国是怎么想的？澳洲是怎么想的？这是来自于美国国会的研究处，它有一份最新的报告，它建议美国说，你不要按照 AUKUS 的协议出售这个核潜舰给澳洲。理由是他认为如果真的发生了什么样的冲突，台海冲突等等他认为澳洲不会介入不会应对不会出现可能出现的台海冲突。所以呢，这个研究处就提出了替代方案。他说建议美国改投资远程的反舰导弹，还有 B-21的轰炸机他说这样子呢可以用于美中冲突
就是这样的调动，有一些嚇阻跟作战的能力。那另外，他也建议啊，澳洲将省下的经费转向其他国防投资。你本来要提供给澳洲的，我们转到其他地方。那这是真的有太平洋的冲突吗？因为有一些迹象显示，像是美国这个美军他要重启天宁岛的二战那个时候的机场，大家知道。那个时候投到日本的原子弹就是从这里起飞的，那个飞机载具就是从这里起飞的。那要演练前进武装加油站所以现在有很多人都在想说，是不是有可能太平洋我们这个区域会有冲突呢？为什么他要强化在第二岛链的立足点，确保面对区域挑战时的准备度？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呢，包括美国跟中国大陆现在有志一同，他都不签署一项协议。什么协议？就是人工智慧在军事领域的应用联合声明，其实是防止人类做出蠢事。因为 AI 如果你放在武器上面，那有没有可能你变成了误判或者发生事故、误判或意外升级的风险？所以其实某种程度是希望在军事 AI 高峰会有1/3的国家是有同意签署的可是军事强国现在最强的中国跟美国没有签，选择退出那另外还有一项签署已经规范了50年，现在没有继续，这是50年来美俄有一项战略核武协议。那现在美国说我不签因为大陆也是核武大国你没有防范大陆，只这个防范我们美国跟俄罗斯所以我不签。那这样对我们人类来说，是不是有一项更大的危机呢？来请教老师。我觉得美国川普直接介入日本的这个国会的选举这个真的是直接干涉内政了，而且太明显了就直接说我支持高市早苗然后让他继续连任这个首相。这个对于这么多的在野党，他们说其实连执政党难道都不觉得这样子不太好吗？就是说我们是自己国内选举，你竟然来干涉我们。然后表明你要支持谁，那这个如果日本的自民党也没意见的话，我觉得自民党自取其辱。为什么？因为如果以后的美国的总统说，我支持立宪民主党，或者是我支持哪一个维新会，那你这个到时候你自民党站出来反对的话，那人家问说，那当初川普支持你们的自民党的高市早苗，你们为什么没有出来反对？这个不对的。你一个国家，尤其日本不是一个小国。一个不是一个小国中等国家，然后一个美国直接干涉你的内政，你竟然没有任何意见，我觉得这个不对的尤其高市早苗，你本身也应该表达态度。我们也不希望以后美国来干涉台湾的内政嘛例如说我们再过几年后的选举，那如果川普说我支持谁，那这样的话我们台湾接受吗？我觉得这个是不太好的。高市早苗是另类的日本政治领袖了，因为我们看到过去日本的政治领袖，他们一定要表现出他的一定的严肃性，所以他们基本上是不太苟言笑，而且比较肃穆一点然后，但是高市早苗很明显很另类，这个很另类的这个政治人物很讨年轻人的喜欢，所以他也享受在这个讨年轻人喜欢的这样的一个另类的这样的一个政治活动。不过我倒觉得帮别人穿衣服，尤其帮男士穿衣服，女生除非跟自己很亲密的这个先生或者男友，一般来讲你帮另外一个国家的男士的领导人穿衣服，这个不是很得体。这个就好像他在第一次参加 IPAC 的时候，对于智利的这个总统他靠得那么的近贴在他身上，这种动作都会让我们觉得实在是不是很雅了因为我觉得男女有别嘛我觉得彼此之间这些可能还是要注意这个距离一点的，尤其是一个政治人物，因为这个会让大家一直感觉你很像银座的妈妈桑这种感觉，这不太好。垂秀夫很明显的就是两面人嘛就是说一套做一套。那这种人其实我们看看这种人就是很典型的日本人嘴巴讲的一套，然后实际上想的又是另外一套。我觉得澳大利亚现在一定是悔不当初了。澳大利亚本来就已经跟法国签了一个很大的合约，而且这个合约对澳大利亚是好的。为什么？因为澳大利亚的潜舰一直做不好，做不起来。最主要的就是他们本身的这种柴油的
传统的柴油动力潜舰，尤其是焊接技术这个部分，还有它的静音等等，一直做不好。那他很想要有自己的能力，所以他用很大的一个订单，因为他看上的是一个日本，一个是法国，但是他的前提是你要技术移转给我。日本不同意技术移转，法国同意了，结果拿到了这个订单，人家法国也开始在帮你训练你的工程师了，技术人员了。结果美国、英国插进来，澳大利亚就毁约，就把人家合约撕了。现在你看，非但法国的这个，你回头再去找法国吗？然后你现在美国也不给了，你变成一个空窗期。我觉得这个就是告诉我们，一个国家不要动不动就没有诚信，没诚信，坦白说都死得很难看。好，来我们请教董哥。其实川普干涉各国内政那是很自然的现象啊。一般美国总统不会这样。那除了台湾会去干涉别人的内政，还有美国总统，巴西的前总统叫那个波索洛纳，他曾经选输的时候密谋政变，挟川普，因为川普在国会里面那个就是形同是政变了。你知道川普那次选输拜登国会的冲突是川普号召人到白宫，不到国会，然后要国会的议长说把他火决。我们知道总统当选最后的一道关卡就是国会要认同。那结果我们看到了，死了5个人了。你看没有人有什么事。所以你看到美国的民主是这样的千疮百孔。波索洛纳要政变的时候，那没有成功，结果鲁拉又回来当选了。那他被判27年了。川普很生气啊。你给我判这么重，我课巴西50%的关税他用这个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他用尽任何手段去干涉别人内政。欧洲各国在选举，川普都介入啊，德国应该选谁，谁应该选谁，他就是每天搞这个，跟台湾是不是很像？川普要连任的时候，台湾请民进党全党之力公开，我们就是支持川普，结果拜登当选了。大家记不记得？大家记得中常会他们戴川普的口罩，我川威武啊！大家可以看到，所以有时候你看这些人都自以为是。那这一次川普他们其实是有些投机啊，就是说已经看好高市早苗一定会当选，因为民调很高，年轻人喜欢他嘛。世界很多年轻人他们抗中，他们很兴奋，跟台湾很多人一样。所以高市早苗为什么要解散众议院？因为他认为说我还不够办啊，我自民党不够办，以我现在的声望70%，我要让他单独够办。那单独够办其实对他的盟友，因为现在有人跟他结盟，日本维新党这个党可能就会被稀释掉，也未必。那如果高市早苗后天他够半数他走路就有风了。你们说我怎么样，对不对？然后川普又来锦上添花，这个绝对是锦上添花。他的锦上添花的态度跟魏哲家一样。魏哲家昨天跑去，然后跟高市早苗见面，然后下来就怎么样？就是台湾熊本2厂要3奈米，这个当然对高市早苗又是个加分。那大家都知道他要当选，就下去加分。这个我们的成语就叫做锦上添花，他不是雪中送炭。好，那你看这些动作都有时候很堪玩味。就很多动作你看一看，川普他知道高市早苗为什么要去解散国会，因为他现在得罪了中国大陆，有非常多的动作，中国大陆就会显现出来，很多日本人就反感就要投票给他，是一个这样的背景。那高市早苗是为了什么？为了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啊。然后高市早苗说，不管我在任何位置，我都要去拜靖国神社啊。他现在还没去拜，但是早晚好像要去拜。所以很多年轻人很兴奋，就要用这个动作来抗中，来表示我们很有尊严。但是这个尊严毕竟是比较虚幻的不管高市得多少票，因为接下来中国大陆的报复一定会越来越严重，不只说我的观光客不去，接下来所有这些大家看到了，绝对不是说你的水产品不准进中国大陆，这些都比较不厉害，就是刚刚老师所讲的。你这个稀土下来你怎么办？你是高科技的国家接下来你怎么办？中国大陆下来一定是不会给你的吧？谁给你谁就是卖国所以有这么清楚的一个象征的话，你就可以看到，其实现在全世界的趋势它已经慢慢的
把自己的鸡蛋放在不同的笼子里。那这些篮子不一样，但是中国大陆无疑是最被大家青睐的一个篮子嘛。所以大家要记得，习近平他跟川普讲什么，我一定要重复一下。他说中国是一个言必信，行必果，说到做到，不以善小而为之，不以恶小而为之，不以善小而不为。台湾是我们中美关系的最重要的问题。台湾是中国的领土。那中国必须要捍卫国家的主权还有领土的完整，永远不可能要接受它分裂出去。这就是他告诉川普的重点了。现在美国其实已经开始在违背了。来，舰长。的确啊，澳大利亚悔不当初，因为当初已经跟法国签好了合约，要购买最新的，也就是鱿鱼级的这一种柴电潜舰。那后来呢，其实澳大利亚他不想要柴电潜舰，他想要核动力的。然后没想到，就是一早醒来，没想到猪羊变色了，就是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签订了 AUKUS， 一签订 AUKUS， 法国呢是被动告知，他在事前完全一点讯息都没有。那这个对于法国来讲情何以堪呐？那但是呢，其实到了川普这一任的时候，事情有了变化。为什么？因为柯博吉其实呢，他一直对于 AUKUS 计划保留态度。他保留态度不是讨厌澳大利亚，是美国做不出来啊。我们来看到 Huntington Ingalls 的这个造船厂讲啊，就是呢，其实潜舰的资金啊，我们以前以为只是造潜舰有问题，其实它的资金也不足。那资金这些通通，然后包含它的造船的这些技术人员也不到位。不到位的结果是什么？我们就看潜舰就好。我们就看美国想推出的哥伦比亚级的潜舰，对不起，推迟1年到1年半。那 Virginia 级的Block 4，它其实要推迟3年啊。那如果我们看到那个 Virginia 级的 Block 5，它要推迟2年。那如果再造那个澳大利亚的这一个 Virginia 级的话，那美国什么时候可以拿到核动力潜舰呢？所以这个就是柯博吉真正心中的问题啊。那现在大家讲澳大利亚，其实澳大利亚当初的确是想要协助美国来进入到中国的附近的海域，然后来围堵中国。但是现在看来，如果这个传闻是真的，然后或者是变成真的，澳大利亚可能就不再是这一个五眼联盟的这个铁杆盟友了。那我们现在刚刚又讲到了天宁岛，天宁岛在哪里？大家不要以为天宁岛在天边啊，天宁岛就在关岛的旁边，所以飞弹可以打得到关岛的话，天宁岛你也跑不掉。那现在天宁岛呢，其实这个加油大家都很关心啊，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看一看这些加油设备的话，你觉得是什么？它连硬管都没有，它直接是用软管加油。软管加油也就是野战加油的一种模式啊。那也就是其实美国做样子，然后其实想要威慑中国大陆，但是中国大陆呢一点都没有放在心上。好，美国跟中国大陆的博弈，其实很多小国都蛮困扰的，有时候选错边，可能就会得到一些所谓的报复的后续的一个结果。我们先来看看中国大陆外交部刚刚发布的最新的新闻，是说希望立陶宛尽早纠正错误，回到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的正确轨道上面来。这是林健他刚刚的发言，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先来看看立陶宛的总理现在对台湾说：“哎呀，我们过去让你在这边设办事处啊，等等啊，我们有后悔了啊。”立陶宛的总理已经很清楚的表态了，可是包括《环球时报》这些官媒都说，你嘴巴上认错还不够，感觉是在逼迫他。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事情让中国大陆要这样子来压迫立陶宛呢？原来
我们把时间倒到2021年那个时间点，立陶宛啊，他不顾一个中国原则的一个政治承诺哦，允许台湾，就是我们台湾在那边设代表处，台湾代表处。那个时候大家知道是由美国在中间运作的哦。那我还记得那时候疫情期间嘛，我们台湾那时候好多的媒体都说，很棒，我们是最坚定的盟友，共享同等一样的价值跟这个所谓的这个观念。可是呢，我们看事情的发展，在2025年，就是去年5月，中国大陆它是有交涉，最后决定把所有中国大陆驻立陶宛的外交人员啊，通通撤出来了。那移到中国驻拉脱维亚大使馆代管。那现在立陶宛就后悔了，他就说，我们现在我们要恢复我们要恢复，因为过去的这个时间，他们觉得他们做了错误的一个选择。那中国大陆的报复接踵而至，包括中国到立陶宛的直接货运班列，在2021年下半年暂停了，中欧班列也策略性的避开立陶宛作为主要的节点，也不直接停靠了所以你看到这些小国有时候真的是蛮为难的，因为美中的这个博弈啊，这个大的环境像这样主旋律，这个节奏是没有变的。那下一个会不会是巴拿马呢？我们来看看最新的新闻，是巴拿马撤走了长河港口经营权。他的理由是说违宪啦所以把这个巴拿马运河两端的港口的特许经营权这个拿掉了。本来是香港的长河集团在这边营运的，那北京当然不可能吞下这一口气，他出手了，所以据说是企业谈判啦，这些都喊卡也强化了海关的进出口的商品的检查。我们看到中国大陆发言人这个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就说我们他说他们中方在巴拿马有关港口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所以大家要理解，都是美中对抗底下的有很多很多的方方面面的国家可能就要做一些所谓的判断跟选择。那另外波兰的议长他就是某种程度他讲出他的诚实的内心话，他说我不推荐川普拿诺贝尔和平奖，因为呢川普不配被提名角逐2026年的诺贝尔和平奖的奖项。可是呢川普一定生气的啊，所以你就看到呢美国驻华沙大使罗斯他就说川普他很好啊，他帮你们波兰人民贡献很多呀所以你这个议长讲的这些话，我们未来不会跟你有任何的协议接触或者是联系所以现在变成你一定要拍川普马屁，如果你不拍川普马屁你就不行，你就要被抵制。那伊朗现在情势还是持续紧张，因为美国现在发布说所有的公民啊，美国公民你要立刻离开伊朗，所以这个在跟伊朗的谈判前夕，看起来紧张的情势持续的升温那川普是不是真的要下手攻打伊朗了呢？伊朗说我们的导弹也准备好了。巴勒维这个流亡在美国的这个前领导人，他就说我们应该要推狮子跟太阳革命所以现在情势并不明。可是与此同时，我们看到美国又出手了，轰炸这个运毒船，这是美国说的说你是运毒船你就是，于是他就炸了这个运毒船。透过画面你可以看到，这是美军5号对一艘疑似运毒走私的船发动了致命的打击，造成船上2个人丧生。到目前为止，这个所谓的南方之矛行动已经造成了119人丧命。川普不断的说这是在遏制这个走私毒品，可是其实并没有人知道这些人是不是在运毒品，船上是什么人，那上头有没有毒品这些我们都不知道。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川普，他很得意呀，他说我们美军很棒很强，每个人都跟汤姆克鲁斯一样，只是我们比较高。我们来听听看。We'd prefer a strong person in the military as opposed to a weak person. We'd prefer somebody that's a strong, powerful person with extremely good vision that can shoot a rifle very well. We have a military where they all look like Tom Cruise, only bigger. 可是不久之前，我们听到赫格塞斯，他是美国战争部部长，他才批评美国这些士兵啊、将领啊，每个都胖得不得了啊，都要去给我减肥来，请教赖老师。立陶宛的事情其实我跟观众朋友我们已经多次的强调，就是说金钱外交走不久，而且金钱外交到最后真的会自取其辱立陶宛他当初我们看得很明白，我们也在节目中也跟观众朋友分析过。就是美国
当时的拜登总统，还有冯德莱恩，欧盟的执委会主席，其实他们当时一直在推一个仇中反中的这样的一个运动。然后他们找到了欧洲的一个小国，他们想用这个小国来牵制欧盟的26个其他的会员国，所以他们找到了这个小国，就立陶宛。那由立陶宛跳出来啊，然后跟美国、欧盟合作，然后跟台湾的民进党当局就演了一个戏码。那原本全世界含美国在内都是用台北办事处啊、台北代表处，用陈世民。但是呢，我们都知道台独的他们主张的是用台湾名作为国名。那这样的一个情形下，他们就要把这个名称改为台湾代表处，那就变成从陈世民变成国名了。这个等于是推翻了一个中国原则了，搞两个中国，一个中国一个台湾，就等于是支持独立了。那在这个部分里面，我们就知道这个严肃性啊，而且也知道这个会造成两岸关系的紧张。那也会造成中美关系的紧张。那立陶宛当时的估算是，反正我无所谓。第一个，我有美国靠；第二个，我有欧盟靠；第三个，我跟大陆的贸易额就1%。他当时认为1%，然后很少。那台湾愿意给他12亿，那时候我们都知道拿出12亿，包括半导体。这次林佳龙也承认嘛，给了很多半导体的设备都到那边地方去投资。好，所以对立陶宛来讲，他觉得他赚了。结果他就干了，但最后他又不敢用台湾名，他用台湾历史，这个就对我们就到底是什么意思嘛？就台湾人的代表办事处，这又很怪。好，那经过了这段时间以后，美国也改朝换代了，川普根本看不起欧盟，更看不起立陶宛这个小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立陶宛发现欧洲的大国争相的往这个中国大陆跑的时候。连冯德莱恩也变成安静无声了。结果立陶宛发现，本来跟他站队的他本来好像是一个反中的最前锋，现在变成孤单的一个人站在那里。然后他的下场是怎么样呢？除了你刚刚讲的班列不过去以外，其实还有最严重的地方是在于，跟立陶宛有做代工或是做零件买卖的这些厂都不能到大陆去。那所以像德国他们就断掉跟立陶宛的合作。这个对立陶宛的经济才是真正的致命伤，所以立陶宛没有搞清楚。现在巴拿马我看情况也一样，因为几十亿合约的港口建设都要停掉了。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好，请教董哥怎么看立陶宛的事情？对啊，大家可以看立陶宛，他其实那时候以为说美国在抗中，所以他就倾全力去抗中。那他忘了他跟中国大陆是有邦交的，所以他做了非常多匪夷所思的事情啊。那当然里面冒犯了中国大陆，就是他让我们中华民国在那里设台湾办事处那这个是全世界唯一的。后来我们有跟索马利兰那不是正式的国家因为全世界没有承认。那你看这样的话，当然会记录中国大陆。他记录中国大陆不打紧，他还跟中国大陆恶言相向，寄发中国大陆外交人员的签证，然后呢，接着他又驱逐4个中国大陆的外交官，所以中国大陆很气啊，把大使馆降为代办处。那我们这个就形势都已经快要断交了那他得意洋洋啊。那时候台湾为了挺他，说我们要喝他的啤酒，酒后不开车大家记得吧？啤酒是他很大一个生产量，在中国大陆销路非常好，那接下去没有人要喝，所以那个订单通通取消啊。那他最主要是木材还有牛奶在中国大陆一下市场马上掉50%，为什么？因为没有碰过这样的人嘛。那中国大陆就是很简单，他讲你吃中国的饭不能砸中国的锅你今天怎么那么嚣张你知道立陶宛有多少人口吗？不到300万200大概90万。大概相当于我们台湾台中的人口然后他以为他底气很足，所以他现在变成吃了一些苦头所以美国已经没有那么挺他了。美国那时候说会给他6亿美金的投资，没有，现在只有1000万。那台湾讲那么多也没有给所以你不要相信川普川普在讲汤姆克鲁斯的意思是在嘲笑他，在揶揄他，你知道吗？因为你的身高只有170公分，
我告诉你，川普的心态就这样，你要认识他的时候，这个人不会有什么好话的。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好，我们请教舰长。有关于立陶宛啊，那现在他的这一个总理讲了一大堆有的没的啊，例如说，当初设台湾代表处啦，如跳到火车前面，那吃大亏啊，你跳到火车前面是去自杀啊。那然后另外还说他是一个战略的错误啊，不，你们是拿到了钱啊，所以现在那个我们看到这个。环球时报说啊，你嘴上讲还不够，那完蛋了。那你要拿出什么样的一个行动呢？那至于说啊，我们看到这个有关于巴拿马啊，这个在美国的国防安全战略，它里面就有特别讲到有关于巴拿马的部分。那也就是特别是巴拿马运河、美洲湾和格陵兰这一些都是美国川普现在的